修行是一条漫长而深刻的道路，许多人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追求着更高层次的自我提升与内在的平和。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很多挑战与困惑，但通过修行，人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安静下来、深入思考和成长的空间。在道家修行的传统中，呼吸被视为一种极为重要的修炼工具。它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生理活动，更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纽带。道家认为，宇宙间的能量通过气的流动来维系，人的呼吸则是这股能量流动的载体。当我们有意识地修炼呼吸时，它便成为了调动内力、增强精气神的关键。修行并不局限于练习某一特定的功法，修炼呼吸就是一种直接通向深层自我的方式。通过深呼吸和放松，呼吸能够帮助我们清空杂念，增强专注力和心灵的明晰。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常常被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事物所困扰，内心充满焦虑与不安，而有意识的呼吸训练不仅能改善生理健康，也能让我们平静下来，重新与内在的自己连接。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修炼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每天细微的调整与练习，慢慢的调整与提升自我。在道家修行中，任何一项功法或技巧的练习，都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和细致入微的感知，才能够真正领悟其内在的奥义。修炼不是一场急功近利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涉及到身体、心灵和情绪的多层面修炼。在初期，很多修炼者可能感到困难和枯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会逐渐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自然的状态。道家所倡导的呼吸修炼，并不仅仅是深呼吸或简单的气息练习，更是一种通过心灵和呼吸的结合，调节身体、情绪与思想的状态。通过有意识的练习，我们不仅仅是在调整身体的呼吸频率，更是在调节我们的心境和情绪。很多时候，当情绪波动或焦虑出现时，呼吸便成为了我们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工具。道家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修炼不是单纯的身体锻炼，而是将身体、心灵和呼吸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和谐的整体。首先，我们可以从丹田呼吸法开始练习。丹田是人体气血汇聚的中心，也是道家修炼的核心部位。通过深呼吸的方式，让气息进入腹部的丹田，缓慢而稳定的运转。丹田的呼吸法帮助我们调动身体内部的气流，激活潜藏的能量，帮助修炼者更好地感知自己内在的变化。当气息通过丹田运行时，身体会逐渐变得放松，精神也能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丹田呼吸法通过提升身体的气血流动，促进内在的平衡，使得修炼者的精力更加集中，精神状态更加清明。随着练习的深入，你会发现气息变得越来越平缓，身体渐渐进入放松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本身就有着强大的治愈力量。练习丹田呼吸的过程，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连接自己身体与意识的过程。与此同时，丹田呼吸也帮助我们培养了更多的耐性和专注力，这种力量是修行者日常生活中的无形支持。但单纯的呼吸调整并不足以达到真正的修炼效果，进一步的练习还需要配合太清六字诀等功法。这些功法通过内练、呼吸与意识的结合，帮助我们更好地调动体内的真气，逐步实现精神和身体的升华。道家修行提到的气是指体内的生命能量，而真气是最为纯净的能量形态，它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力和自愈能力。通过这些功法的修炼，我们可以调动体内的真气，逐渐让气流更加顺畅，增强体内的能量循环。这种能量的流动不仅仅会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是精神修炼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特定的季节，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修炼，可以加速气的流动，促进精气神的提升。例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气血流动最为旺盛的时期。修炼者在这一时节通过太清六字诀的练习，可以更加迅速地感受到能量的流动，达到内外和谐的效果。而在冬季，适当的内练和呼吸调整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储存能量，避免过度消耗。季节的变化、气候的起伏都会影响我们气的流动，而道家的智慧则提醒我们，修炼应该顺应天时地利，选择适合的时机进行，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修炼的火候是道家修行中的另一要素。火候指的是修炼的节奏与强度，过急过缓都不利于内力的积累。修炼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运动，它更像是雕刻一块石雕，需要精心打磨。初学者通常在上午时段进行修炼，此时精力充沛，元气充盈，适合进行基础性的呼吸练习。这种练习帮助我们调整身体与心灵的状态，使我们保持清晰和专注。随着修炼的深入，可以逐渐进入更为柔和的状态，进入文火阶段。文火并不急于求成，而是顺其自然，逐渐让气息流畅且稳重。进入这一阶段时，修炼者的身体和精神会更接近一种自然的和谐状态，气的流动不再强烈，但却始终保持着平稳的状态。这时的练习者更像是在享受一个不断增长的能量池，而不是刻意追求某一目标。最后进入温火，火候适中，既不急躁也不消沉。这时的修炼状态更加稳定，能量流转更为自如。这种温火的境界表明，修炼者已经能够灵活调节自己的气流，使能量的积累和释放始终处于最佳状态。这一过程中，修炼者的耐性和自信心会逐渐增强，而内在的力量也在悄然积累。修炼的过程中，随着内力的积累，身体会经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是修炼进展的标志。最初，修炼者可能会感受到心境的变化，从烦躁、浮躁逐渐过渡到平静、安宁。
这种变化是一个逐步调整自我、释放压力的过程。修炼的过程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锻炼，更是一种心灵的净化与转化。气息变得更加深沉且稳定，仿佛进入了一种胎儿般的呼吸状态。随着气流在体内的流动，身体逐渐感受到一股温暖的能量，像是被一种柔和的力量所包围。与此同时，身体逐渐变得轻盈，甚至有时会产生漂浮的感觉。这种漂浮感并非虚幻，而是一种能量流动的真实体验，证明着修炼的效果逐渐显现。这些现象表明，修炼的效果正在显现，身体的能量逐渐得到了调动。随着修炼的深入，身体的状态会越来越平衡，能量流动也会变得越来越顺畅。人们的体质逐渐变得强健，免疫力得到提升，而心灵也逐渐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修炼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强身体的健康，更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提升。随着修炼的深入，思维变得愈加清晰，决策更加果断。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都能得到一种深层次的提升。通过修行，修炼者会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与使命，从而在生活中做出更加符合内心的选择。此时，修炼者的身体和精神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宇宙的能量合为一体。修炼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体能或健康的提升，而是内心的觉悟与突破。通过修炼，修行者能够摆脱外界的干扰，进入一种深度的内心状态。此时的修炼者已经不再被外界的纷繁复杂所困扰，而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与宇宙自然的和谐连接。在这种状态下，修行者的内心平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再具备能够打扰他们的力量。每一份能量流动都显得更加细腻，每一处思维的起伏都能被察觉和掌控。这种觉悟不仅是一种思想上的明悟，更多的是一种灵魂层面的觉醒。它能够让修行者重新审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从而在面对困境时也能从容应对，甚至在挑战中找到自我成长的机会。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身体与心灵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契合，修行者逐渐会发现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内心也变得更加宽容和接纳。在修炼过程中，内在的光明逐渐展现出来，任何外界的干扰都会在这种光明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修炼者也会更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他们不再依赖于外部的评判和比较，而是深刻地体验到内心的力量与满足。这种来自内心的力量不是短期的爆发，而是一种持久的、宁静的、深刻的存在，仿佛一条涓涓细流，持续滋养着修行者的身心。此时，修炼者开始逐渐达到一种更高的修炼境界，进入了无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修行者已经不再是个体存在的体现，他们与宇宙、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他们的行为不再有明显的欲望和目的，而是一种自然的流动。每个动作，每个呼吸，
都在展现着宇宙的规律和生命的韵律。这时的修行者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修为，而是能够为周围的人和环境带来一种宁静、安定的影响。他们的存在本身便成为了一种和谐的象征，吸引着周围的万物与人群共同步入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状态。在这一阶段，修行者的意识已达到与大自然的高度统一，他们的感官不再局限于身体的感知，而是能够超越眼前的世界，进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他们能够感知到空气中流动的能量，感知到草木的生命力，甚至能够聆听到风的声音和地球深处的脉动。这种感知是无声的，却又真实而深刻，仿佛每一份细微的变化都与修行者的心灵产生了共鸣。这种心灵与自然的合一是修行的终极目标之一，它让人们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安宁。进入这一阶段的修行者已经不再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他们将自己视为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解到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份能量都是有意义的，互相依存的。这样的人在面对外界的种种变动时，能够保持冷静与从容。他们不再追求外界的评价和认同，而是通过内心的智慧和觉悟，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再是浮躁、急功近利的，而是更加从容、平和、充满智慧的。随着这种精神的升华，修炼者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的提升，他们不仅身体健康，内心也变得宁静、明亮，灵魂逐渐走向纯净和安宁。修炼者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最终达到超脱和解脱，达成内外和谐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在每一天的修行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深刻的内省逐步达成的。正如道家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提升，更是为了与周围的环境、社会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当一个人的内在完全安定，外在也必然会呈现出和平与安宁的状态，周围的一切也将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从这段修炼的旅程中，修行者不仅学会了如何掌控自己的呼吸，调整自己的身体，还学会了如何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态。最终，他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秉持一种宁静、从容、智慧的心态，走得更远、更稳。这种内外和谐的状态，使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挑战，都能够从容应对，优雅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成为一个内心强大、外在和谐的人。修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它充满了挑战和考验，但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修行者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力量。在不断的修炼和调整中，修行者通过调整呼吸、练习内功、调节火候，最终达到了一个内外兼修的和谐状态。而这一切的修炼成果，最终回归于内心的觉悟与精神的升华。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